在资讯爆炸且步调快速的生活中，亲近大自然可以使身在都市荒漠中的人们觅得一片栖息绿洲。疫情时代之后，许多人依然持续着在疫情期间培养出的植栽兴趣。植物可以疗愈人心，在培养每一株植物当下，也获得了更多心灵上的平静与满足。然而，种植也带来了养护上的课题。这回来聊聊新手必知的室内植物养护重点，一起成为绿手指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观叶植物小笔记，我是秋明，带您一起认识室内植物，绿化居家环境。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与照顾植栽之间取得平衡？只要掌握这些养护重点，就能减少种植的挫折，使植物们活得又健康又茂盛。了解植物习性，如同了解一个人，需要从他的生长地区与文化背景开始认识一样，拥有一株植物时，也需要了解它的原生地在哪，以及生长习性如何。喜光或耐阴，爱喝水或耐旱，种种特质了解之后，都能帮助您未来更加轻松地将植物养好养美。挑选植栽的当下，也一并考量带回家中或未来要放置植物的地方，有没有适合的空间，是否能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。倘若居家缺少良好充足的采光，就尽量挑选可以耐阴的植物，而非需要大量阳光的植栽。也需想想能花费多少时间照顾，并选择合适的植物类型。以浇水为例，需水量较多的蕨类，需时时拨控浇水，而耐旱的类多肉植物，则久久浇水即可。挑选植栽时，事先了解，在植物的生长与生活节奏之中，找到共同的频率，能够减少之后在植栽养护上可能发生的负担与挫败感。植栽摆放的环境，植物生长最重要的莫过于环境。在室内摆放植栽时，营造类似原生地的环境，可以帮助它们友好的生长。多数室内植物属于雨林植物，习惯生长在层层的树丛之中。由于丛林聚集，四季的温差也被缩减，形成稳定的雨林气候。有柔和的阳光、和煦的微风，以及阵雨而来的水汽，也就是光线、通风以及湿度。接着，让我们更详细的来了解。第一点，光线。室内植栽是否能接受到良好的光线，是植物健康的首要条件。多数的室内植物都适合待在间接散射光之中，不宜让阳光直接曝晒，喜欢遮阴处的光线。约莫是在室内能够好好的阅读文字的明亮程度即可。有些光线需求量较多的植物，像是龟背芋、琴叶榕、蔓绿绒，在有明亮散射光的窗边或朝北的阳台，都能满足它们。而有些属于耐阴植物，例如虎尾兰、白鹤玉、黄金葛等等，代表它们可以忍受弱光环境并且存活，但是长期下来就会不健康。如果您的居家环境窗户有限，无法满足所有植栽受光，建议您将植栽们轮流移放到窗边，让它们间隔定期吸收光线。倘若拥有阳台或小庭院，有些直射阳光照进来，也要注意不要将室内的植栽立刻放到户外的直射光之下，如此容易让植物不适应，而产生叶胶或植株软烂。建议缓缓增加它的受光，例如从室内移至到室外遮阴处。第二点，通风。室内植物的空气流通十分重要，确实常被忽略。除了光合作用之外，通风也是使植物拥有良好蒸散作用的条件之一。和煦的空气流动之中包含了空气的循环与交换，排出陈旧的空气，导入新鲜的空气。
植物叶片上有微小的开口或气孔，可以让植物获得空气，进行气体交换，从中获取二氧化碳，将它转化为单糖，以用来养活自己。在蒸散过程中，气孔会不断地调整大小，控制水分的流失。气孔会在白天打开，晚上关闭，让水分锁在植株里面。通风的环境能帮助植物呼吸，进行光合作用，调节温度，缓解与平衡室内的闷湿，使房间保持舒适清爽，也能防止霉菌和细菌滋长。不通风的环境，植物就容易生病，吸引害虫。您可以使用小风扇，让微风摆动，促进空气流通，但切勿直接让植株摆在出风口处。倘若居家有空调或风扇，也要让植物远离其出风口。虽然植物喜欢通风的环境，但不代表它们可以忍受时常被风吹。持续的强风，就像人长时间被大风吹刮，皮肤容易干皱。植物也是一样，会因此产生不适。另外，室内的通风程度，连同土壤疏水透气程度，都会影响浇水的频率。有关浇水的部分，将会在下集日常养护中更多说明。第3点，湿度。前面有提到，许多室内植物原生地在雨林环境，也因此湿润且流通的空气对它们而言是最舒适的。最理想的空气湿度大约在 75% 到 85% 之间，植物们会在其中生长得最开心。然而，一般人舒适且适应的环境约在空气湿度 45% 到 65% 之间，与室内植物大不相同，太高的湿度不适宜人们生活。若要在同一个空间，人与植物可以共处，就需要寻得一个平衡。如果室内较为干燥，湿度低于 50%， 那么您可以挑选室内一处通风且明亮的地方，将植物群聚起来，集中摆放，大约有6到10个植栽，或者更多，利用它们群聚效应而来的蒸散作用，增加湿度，营造出一个稳定的微气候环境。也可以每日早晚定时对植物们叶片喷雾，制造湿气，或是用加湿器辅助湿度提升。如果没有类似的环境，您也可以选择湿度需求较低，可以单独摆放的植栽，像是粗肋草、虎尾兰、琴叶榕、椒草等等。了解了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植栽，以及营造合适的环境，也就是阳光、通风与湿度。下一回我们将会来聊聊日常生活中如何照顾养护您的室内植物。这回的室内植物养护重点入门上回就到这里，希望看完这些能让您更了解植物，喜欢植物，成为绿手指。如果您喜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秋明，我们下回见。